不想死就叫，大声点儿，凄惨点儿。看来这病秧子还是有点存货的嘛。闹吧，闹得越欢，死得越快。怕是回光返照，明天能不能起来还是一回事儿。满京城谁不知道，贤王谢云慈就是个活死人墓里的常客。传闻他胎里带毒，3岁咳血，5岁坐轮椅，如今20有4，太医院的判词都下了10几回，回回都说熬不过今冬。谢云慈，你可得走好啊！虽说咱们今儿才拜堂，连面都没见着你就晕过去了，但这也是缘分。你身子骨弱，到了底下要是被小鬼欺负，就报我爹误国大将军的名号。咱们这也算是各取所需，你缺个冲喜的王妃体面下葬，我缺个有钱早死的夫君以此换取自由。等你一死，我就是大周朝最年轻最有钱还没有婆母管上的逍遥寡妇，这日子神仙都不换。爱妃烧的这般急，是想送本王上路？谢云慈，爱妃好身手，这银针上涂的是见血封喉吧？看来爱妃不仅想送我钱，还想亲自送我一程。王爷，您醒了，太好了！臣妾这是在给各路神仙烧买路财啊！臣妾听说王爷晕倒，心急如焚，想着是不是有孤魂野鬼冲撞了您，这才特意来后花园求神拜佛。臣妾这一片真心，天地可见啊！哦，求神拜佛需要在火盆里烧谢云慈名字的牌位？糟糕，刚才烧太嗨，把写着生辰八字的纸人也扔进去了。那是替身，这是臣妾家乡的偏方，烧个替身下去替王爷挡灾。王爷您看，您这不是醒了吗？爱妃真是用心良苦，爱妃再非几懂医术，不如替本王看看这身子还能撑几天。完了，这不暴露身份了吗？算了，先糊弄过去再说。脉象紊乱如麻，看似虚弱，实则暗藏神机。这哪里是病弱，这分明是中毒，而且这毒压制了他的内力，让他看起来像个废人。但即便如此，他的内力深厚程度也远超常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脉象显示他此刻正处于毒发的边缘，理应全身剧痛，动弹不得才对。可他竟然还能无声无息地走到这里，还能谈笑风生地掐着我的手。这是个什么怪物？狠人啊，对自己都这么狠。王爷这毒起码10年了吧？缠丝绕，西域奇毒，每逢月圆之夜，骨髓如万蚁尸感，痛不欲生。王爷能活到现在，全靠一口真气吊着，佩服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本王原本只想取个摆设，没想到取回来个麻烦。王爷别急着动手，杀了我，您明天怎么跟宫里交代？大婚次日新娘暴毙，皇上那边正愁没理由治您的罪吧？况且这毒我能解一半。这毒入骨匣彻底拔除，想要除非换骨，但我能用金针帮王爷压制疼痛，至少能让您像个正常人一样走路。好，江岁岁，本王留你一命，但你记住了，从今往后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若死了，定拉你陪葬。变态！王爷放心，为了我的您的遗产，臣妾一定努力让您活得长命百岁。咱家奉皇上口谕，特来探望贤王殿下，怎么没见着人啊？莫不是……爱妃，扶本王回房。那老燕狗是来探虚实的。王爷，那您这一身烟火味怎么解释？那就劳烦爱妃替本王挡一挡了。行，演戏是吧？谁怕谁？王爷，您怎么了？王爷，您别吓臣妾啊！来人啊！王爷吐血了！好戏开场了。王妃娘娘，咱家看王爷这气色，怕是不太好啊。皇上特意叮嘱，今夜是大喜的日子。王爷虽然身子弱，但这圆房的礼数那是祖宗规矩，关乎皇室子嗣，可马虎不得。这老太监什么意思？人都快死了，还逼着圆房，这是想直接把谢云慈累死在床上吧？公公说笑了，王爷如今这身子连药都咽不下去，如何行周公之礼？王妃这就不知道了。太医说了，王爷这虚不受补，得用喜气冲一冲。况且若是明早没有那落红的圆帕交差，
咱家回去也不好向皇上复印啊。这狗太监在暗室内象征真真和元房的原怕。王妃大婚次日若交不出落红的原怕，不仅会被视为不真，更会被皇帝借题发话，治谢云慈一个欺君或者大不敬之罪，甚至可能传出贤王不行的流言，彻底断绝他在朝堂上的威望。这一招真阴毒。水，王爷，李公公深夜造访，本王招待不周了。王爷折煞老奴了，老奴也是奉旨办事，还得看着王爷安歇了才能回去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儿听墙角。今晚你们要是没动静，明早就等着倒霉吧。爱妃，既是皇兄美意，公公又如此尽职，咱们岂能辜负？大哥，你疯了！你现在这身体状况，演这种戏？行，你要演，那我就陪你演个够。王爷，公公还在呢，这多难为情啊！李公公是自己人，不妨事。哼，咱家倒要看看这病秧子能翻出什么浪来。叫，不想死就叫，大声点儿。这辈子没遇过这种要求，算了，拼了！王爷，你轻点！继续。看来这病秧子还是有点存货的嘛，闹吧，闹得越欢，死得越快，怕是回光返照，明天能不能起来还是一回事儿。王爷，你好厉害！绝了！正如王爷所愿，落红有了。这颜色，这量，绝对能交差。咱们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废物利用。今晚这一关算是过了。李公公听到这动静，肯定以为你已经把你毕生的精气神都用光了，明天就会放松警惕。王爷，王妃，时候不早了，咱家就不打扰二位歇息了。累死老娘了，比打了一架还累。哼，江碎碎，干嘛？刚才叫的不错，看来爱妃平日里没少看花册子。那是为了配合王爷的英姿，臣妾自然要全力以赴。既然这么会演，那明早进宫请安爱妃可别掉链子。皇兄那个人比李公公难缠100倍，只要钱到位，演技我加倍。王爷，咱们明码标价，明天进宫这一趟得有出场费。好，你要多少本王都给，只要你有命花。行了，桌上有银票5000两，昨晚的出场费。1000、2000、5000，正好。王爷真是信守承诺的君子，以后有这种活请务必找我，包年还能打9折。今儿个要进宫谢恩吧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半个时辰后。今日进宫不比昨晚，皇兄生性多疑，皇后更是笑面虎。你只需记住一点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本王都是个废人。这一路上全仰仗王妃搀扶了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只要钱到位，别说搀扶，就是把您背进金轮殿，我也能大气不喘一口。待会儿见了皇上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只有管哭穷哭惨。明白。王爷，王妃到了，前头就是御花园，皇上和娘娘已经在候着了。王爷，慢点儿，小心台阶。这也太重了，这男人看着瘦，骨头里是不是灌了铅？而且他这内力明明在体内运转的好好的，这会儿的脉搏竟然这么旺盛，这演技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。贤王妃到。臣弟臣妾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哎，免礼免礼。云慈啊，你身子骨弱，这些虚礼就免了。赐座，快赐座。谢皇兄。皇上恕罪，王爷他昨夜劳累过度，今早起来就一直咳血，臣妾都快吓死了。哦，劳累过度，看来昨夜云慈与弟妹相处甚欢啊。李公公今早呈上来的原帕，朕看了，甚慰啊。皇上笑话了。既然成家了，这身子就更要养好了。云慈啊，朕记得你小时候骑射功夫也是一绝，虽说这些年病着，但将门虎女配英雄。如今你娶了江家女，这尚武之风可不能丢。来了，试探来了。这皇帝也是够缺德的，明知道谢云氏是个废人，还提什么骑射？皇兄谬赞了，臣弟如今
连拿筷子的力气都快没了，哪里还拉得开弓？这弓，怕是这辈子都无缘了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把穿云弓是当年父皇赐给你的，朕一直替你留着。今日既然你大婚，朕便将物归原主。来，试试看，哪怕拉不开，拿在手里也是个念想。这弓起码有40斤重，谢云慈若是接了，拿得动就暴露内力，拿不动，当众脱手砸了脚或者摔了御赐之物，那就是大不敬。王爷，哎呀，好重！这弓怎么跟铁疙瘩似的？皇上，这也太沉了，能不能换成金子啊？或者折线也行啊？王爷这身子骨，拿着个这玩意儿，回头再把自己砸出个好歹来，医药费皇上给报销吗？大胆！贤王妃，御赐之物岂容你这般讨价还价？还不好好收着？收着就收着嘛，这么凶干什么？公公，麻烦帮我扛着送到马车上去。这玩意儿虽然不能吃，但容了应该能打不少铁锅。这江家女儿果然如传闻中一样，是个空有一身蛮力、贪财短智的草包。谢云慈娶了这么个女人，不仅得不到江家的势力支持，反而会成为京城的笑柄。妙，实在是妙！哈哈哈哈！弟妹真是性情中人。好，既然弟妹喜欢金子，朕便赏你黄金100两。但这弓也得带回去，挂在墙上辟邪也好啊。多谢皇上，皇上万岁！让皇兄见笑了。内子香也习其重，无妨，一家人嘛。行了，朕也不留你们用膳了。江老将军怕是还在府里等着你们回门呢。去吧，别让老将军等急了。王爷，刚才那波配合值多少钱？刚才他单手托取重弓的爆发力，让我想起了暗卫情报里提到的那个代号诡异的神秘高手。这女人身上的秘密比他还多。做得不错，黄金100两归你，那把弓也归你。我要弓干嘛？真拿回去打铁锅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那个皇兄眼神里全是刀子。刚才我要是不出手，你真打算让那弓砸断你的腿？砸断腿换他3年的放心，这笔买卖划算。不过既然爱妃护住了本王，这苦肉计倒是省了。江翠翠，你护短的样子，本王很满意。少来，我是怕你腿断了，我就得伺候个真摊子，那可是另外的价钱。走吧，去见你那个要吃人的爹。大伯，您就别生气了。姐姐虽然嫁了个身体不太好的王爷，但好歹也是正妃啊。听说那贤王虽然是个病秧子，但府里有钱啊。姐姐这辈子算是衣食无忧了。放屁！老子把他养这么大，教他习武读书，是让他去给人家守活寡的吗？那个谢云慈走路都要人扶，万一哪天死在床上，我女儿岂不是要背个克夫的名声？将军，王爷和王妃到了。让他们进来，老子倒要看看这个被皇上吹天的贤王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岳父大人在上，受小叔一拜。免了，别拜了，别把腰闪了，还要赖在我家讹医药费。爹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拿着刀吓唬谁呢？吓唬谁？吓唬这小子谢云慈。我江家是武将世家，最看不起的就是软脚虾。虽然你是皇上致赐婚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敢让我女儿受半点委屈，老子这把刀可不认什么王爷。岳父教训的是，小婿定当竭尽全力护岁岁周全。就你护他，你自己都要人护着吧？大伯，你也别太严苛了。王爷身子弱，这是胎里带的，也没办法，咱们还是赶紧入席吧，别把王爷饿坏了。姐姐，王爷，快入座吧。今日特意准备了大补的宴席。这丫头从小就跟我不对付，什么都要争。如今看我嫁了个病秧子，指不定心里乐开了花。这会儿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来来来，王爷，这是特意为您熬的十全大补汤，这可是用100年老参熬的，最是补气血。王爷趁热喝。传闻都说王爷体弱多病，我今天倒要试探一下，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碗热汤下去，你如果不会躲，就等着残吧。烫死我了！哎呀，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手滑也就算了，还往自己身上泼。这是想给王爷表演个热汤泼身助兴吗？你
故意的！江岁岁，你竟然敢泼我！放肆！本王妃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。还有，刚才那碗汤若是泼在王爷身上，烫伤了龙体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记住，这是我的夫君，是大周的贤王，在这府里除了爹爹，谁敢对他不敬，就是打我的脸，打我的脸，我就打断他的手。大伯，这才是我江震的女儿，不管嫁给谁，那股子护短的霸气不能丢。行了，婉儿御前失仪，带下去治伤，禁足半个月。王爷，那些大补的东西少吃，虚不受补，吃点青菜败火。我忽然觉得，这碗没滋没味的青菜，似乎也没那么难以下咽了。主子，刚才在席上，属下本想出手的，没想到王妃他比你快，查清楚了吗？江婉那碗汤是谁授意的？是宫里那位皇后娘娘给了江婉赏赐，暗示她试探您的虚实。果然，既然皇嫂这么闲，那就给她找点事做，去把前2日搜集到的关于太子太傅受贿的证据，在这个风口放出去。是，主子，王妃她似乎对您是真心的，刚才那般护着您，真心。她是真心护着她的钱袋子罢了。不过，这把刀确实好用。明妻，以后盯着点，别让她被人暗算了。毕竟，她是本王花了5000两雇来的。是。岁岁，你跟爹说实话，那小子是不是装的？爹，您说什么呢？太医都说了，他那是胎里带的毒。少糊弄老子！老子在战场上杀了几10年的人，看人准得很。那小子虽然看着弱，但眼神太深，而且刚才江婉泼汤的时候，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常人遇到这种事，本能都会躲，只有一种人不会躲。什么人？那是对周围一切都掌控在心，知道绝对不会伤到自己的人。岁岁，你嫁入王府，爹不求你荣华富贵，只求你平平安安。这谢云慈水太深，你若是不想跟他过，爹这就进宫辞官，拼着这条老命，也求皇上让你们和离。爹，您放心吧，女儿心里有数。这谢云慈虽然水深，但他暂时还淹不死我，而且我觉得这日子还挺有意思的。有意思？玩命叫有意思？哎呀，富贵险中求嘛。爹，您就等着看吧。您女儿我不但不会守寡，将来还能给您挣个更大的回来。罢了，随你去折腾。但你记住了，若是受了委屈，江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那小兔崽子要是敢欺负你，老子剁了他！岳父大人，是不是想让你跟我和离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派人偷听？猜的。江将军是明白人，他看不上我这个废人。确实看不上。他说你要是敢欺负我，就剁了你。那爱妃是怎么说的？我说，这是一笔长期投资，只要你别死太浅，咱们就能双赢。江岁岁，你这笔投资风险很大，一旦入局就没有退路。富贵险中求，只要钱给够，刀山火海我也陪你走一遭。好，既然你不想退，那这辈子就别想走了。偌大一个王府，1个月的开销只有300两，买药材花了280两，剩下的20两负责全府上下的吃喝拉撒。这谢云慈是在喝金子熬的汤吗？还是这府里的下人都练了辟谷神功？假账，绝对是假账。作为在边关军营里混大的鬼医传人，我不仅识读，对粮草账目也是门清。听说那是谢云慈的书房，也是整个王府的禁地。听说那里不仅藏着万卷孤本，更重要的是，历代贤王积攒的司库钥匙极有可能就在那里。听雪轩外果然有暗卫，1、2、3，明哨4个，暗哨居然有8个。一个病秧子的书房，守卫比皇宫御书房还严密，这里面肯定有鬼。不过对于鬼医传后的我来说，硬闯是下策，下毒才是王道。哼，搞定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坐坐。站在窗边吹风，容易受凉。爱妃身子骨硬朗，本王可是受不住的。
我明明用了醉生梦石散，外面的暗卫都倒了，为什么他没事？难道这货百毒不侵？算了，既然被发现了，那我也不藏了。王爷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里杀鸡儆猴。这丫鬟我见过，长得挺标致的，前2天还端着参汤往您房里钻，怎么伺候的不舒服？她是皇嫂的人，今晚她不仅是来送汤的，还是来偷兵符的，顺便想试试本王是不是真的不行。哦，那结果呢？王爷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很行，还是用这把剑证明了自己不行？爱妃觉得呢？我觉得王爷这杀人的手法确实很行，一剑封喉，切断了气管，却避开了颈动脉，防止血喷溅的到处都是，专业。你不怕？知道了本王的秘密，通常只有2种下场，要么死，要么变成哑巴。怕什么？王爷要是想杀我，刚才我进窗户的那一瞬间，这把剑就已经在我的脖子上了。既然王爷没动手，说明我还挺值钱的。这是什么？化尸粉。王爷这剑法虽好，但善后工作太粗糙。这么大一具尸体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埋后花园当花肥，容易被狗刨出来；扔井里会污染水源。用这个倒上去，一盏茶的功夫，连骨头渣子都能化成一滩黄水，环保卫生。江碎碎，你果然是个惊喜。本王原本还在想怎么把你拉下水，现在看来你自己跳进来了。别误会，我是为了自保。这红袖死了，明天皇后肯定会查。要是查到王府头上，我也得跟着倒霉。这尸体处理干净了，大家都好过。爱妃深夜造访，应该不只是为了来帮本王毁尸灭善吧？本来是想来偷点钱，哦不，查查账。但现在看来，王爷这书房里更值钱的，恐怕不是金银珠宝，而是这些把柄。王爷装病10几年，暗中筹谋，这书房里藏着的，怕是能颠覆大周江山的秘密吧？我可以不问、不看、也不说，但王爷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，以后这种脏活累尸得加钱。另外，我要王府库房1半的支配权。那个假账本我看吐了，我要看真的。好，这是引令，见令如见本王，库房随你开，暗卫随你调。不过，既然拿了本王的令，以后若是敢背叛本王，若是背叛，我自己跳成化尸粉里，不劳王爷动手。成交。应急在示警，有人来了。谁？不管是谁，现在的场面都不适合见客。我有办法。干什么？演戏啊！叫。这场景怎么似曾相识？王爷，属下听到这边有动静。滚！属下死罪，属下这就滚，这就滚！王爷，这把太师椅太硬了，下次换个软点的。江碎碎，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许随便扯本王的衣服。看心情吧，加钱可以考虑。据影期传回来的情报，皇帝因为上次试探失败，心中疑虑未消，加上红袖莫名其妙失踪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宫里内卫终于坐不住了。这次来的不再是试探的棋子，而是真正的杀招。天狼卫，江湖上顶尖的刺客组织，拿钱办事，不死不休。来了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们钱。少废话，送你们夫妻上路。看招！万紫千红一片绿。臭娘们儿，耍我们！这是面粉。哎呀，拿错了，这包是做点心的。这一包才是送给各位的见面礼，软筋酥骨散加强版。爱妃这毒好像不太够用啊。
左边那个要绕后了。还不是因为这该死的天气，湿度太大，毒粉扩散的慢。王爷，您别光看着呀，帮忙啊！本王是个废人，怎么帮？小心！他真的在用命护他？为什么？仅仅为了那5000两银子，还是为了那所谓的长期投资？他怎么了？是不是被爱妃的美貌吓死了？神特么被美貌吓死，这一看就是高手用内力打入异物贯穿脑宅，但这会儿不是拆穿的时候。撤！想跑？问过我的钱袋子了吗？把命留下当赔偿款，给我下来！这帮孙子下手真黑。干嘛？别碰，疼！别动。汇了5000两，值得吗？不仅仅是钱，王爷，我说过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要是死了，谁给我发工钱？只是因为工钱？不然呢？难道是因为王爷长得好看？好，这伤算工伤，赔偿金1万两，明天去账房支取。1万两，王爷大气！下次还有这种挡刀的活，请务必叫我。影七，属下在。把这几具尸体处理了，另外把这个活口带下去审判。本王要知道是谁借了天狼卫的胆子。是。等等，审讯的时候用这个万有噬心丸，吃下去之后不致死，但保证他连3岁尿涂丝都招出来。这两口子真是一个比一个狠啊！属下领命。今晚多谢。客气。王爷要是真想谢我，就把这屋顶修修吧，漏雨漏的我都快长蘑菇了。今晚就先凑合一下吧。行吧，看在1万2外币钞票的份上。熟了。王爷，您真不来一口？这地牢湿气重，吃点辣的驱寒。爱妃慢用，本王只对结果感兴趣。呸！这刑具对我没用，老子是天狼卫的人，就算是饿死，也绝不会吐露半个字。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吃火锅是因为我饿了，跟审讯没关系。至于你的审讯，昨晚给你的药你没吃吧？哼，这是我新研制的极乐羊羊粉，语料是南疆的千足虫尸体磨成的粉，辅料是辣椒面和断肠草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请你泡个澡。不过既然你不配合，咱们就从局部开始泡，比如你的脚心。别怕，这汤不烫，也就8、90度。但这粉末有个特点，一旦遇到热气渗入皮肤，就会顺着经络往上爬，你会感觉有1万只带着倒刺的小虫子在你的骨头缝里钻来钻去，又痒又疼，到时候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是魔鬼吗？我是王妃啊！别闹！我说，早说嘛，浪费我感情。王爷，请吧。这个女人总能把残酷的事情做得如此清新脱俗。谁下的单？是暗河，我们只接单，不知道孤主是谁。但接头的时候，对方给了一块信物。什么信物？一块玉佩，那是宫里内务府特制的，上面刻着一个德字。德？当今朝堂封号里带德字的只有一位，德妃。但德妃早已在5年前被打入冷宫，疯疯癫癫，怎么可能有能力雇佣天狼卫？你在撒谎！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玉佩虽然陈旧，但料子是极好的和田暖玉。对方是个蒙面人，声音沙哑，听不出男女，但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。王爷，昨晚那个红袖身上好像也有这种檀香味。红袖是皇后的人，而德妃当年正是因为谋害皇嗣被皇后斗倒的。这2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怎么会通过一块玉佩和同一味道联系在一起？除非影七处理干净，别让他见到明天的太阳。是。唉，可惜了这一锅好汤。
你刚才提到的檀香，确信没问错。我是学医的，红袖身上的味道错不了。这种香只有常年礼佛，在那烟熏火燎的地方待着的人身上才有。常年礼佛，皇嫂可是出了名的不信神佛。那么，那个身上有檀香味、拿着德妃玉佩的人到底是谁？是皇后的替身，还是德妃根本没疯？此事不简单。走吧，这里味道太冲。既然爱妃立了大功，本王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哇，这些都是历代贤王攒下的家底，也是本王用来招兵买马的资本。软的？哦，是真的。王爷，您刚才说给我一半支配权，是认真的吗？本王从不食言，不过钱财乃身外之物。这里有一件东西，或许你会更感兴趣。什么宝贝？比金子还值钱？鬼门13针，这可是鬼医门的至宝，传说100年前就失传了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先帝爷当年征战四方，从一个江湖艺人手中得来的，本王留着也没用，正好物归原主。我一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没想到谢云慈早就看穿了我是诡异传容的身份，但他不仅没有揭穿，反而把这套至宝送给了我。这东西确实比金子值钱。王爷，您这算是封口费？算是聘礼吧，毕竟本王这条命以后还得靠这套针来吊着。聘礼这2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听着那么顺耳呢？王爷，既然是聘礼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不过那箱金子能不能也顺便……做梦，那一箱是留着给暗卫发军饷的。小气鬼！主卧屋顶的大洞还在修缮，这种100年老宅的琉璃瓦得从江南定做，起码要半个月。这段时间咱俩只能挤在这西厢房的客房里了。那今晚怎么睡？虽说咱们是盟友，但这床只有这么宽，万一您半夜兽性大发……爱妃多虑了，本王现在这副身子，就算有心也无力。倒是爱妃睡觉不老实，昨晚把腿架在本王肚子上，险些让本王归西。胡说！我睡觉最老实了。是吗？那今早本王胸口的那个牙印是狗咬的？昨晚做梦梦见啃猪蹄，好像是咬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。行了，睡吧。放心，本王对干瘪丝够没兴趣。你才干瘪，你全家都干瘪！哼！喂，谢云慈，那个德妃是你亲娘吗？我生我是先皇后，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。德妃是把我带大的人，在我5岁中毒残废之前，她是这宫里唯一真心对我好的人。原来这病娇王爷童年也这么惨，那他后来为什么被打入冷宫？因为他试图查我中毒的真相，他查到了不该查的人，为了保我，他自毁容貌，装疯卖傻，才换来了我们在冷宫苟延残喘的那几年。后来我出宫见父，他却被永远留在了那里。原来谢云慈装病是为了复仇，他的每一步棋都是踩着血泪走过来的。放心吧，既然拿了你的针，这仇我帮你一起报。那个什么玉佩的事，我会帮你查清楚的。好。8月15，中秋佳节，整个京城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然而贤王府却早早的闭门谢客，因为今夜是月圆之夜，也是谢云慈体内蚕丝绕发作的日子。从中午开始，谢云慈就把自己关进了王府深处的一座地下冰室，那是他特意为了这一天准备的。王妃，您不能进去，主子吩咐过，今夜无论发生什么动静，谁都不许靠近冰室半步。为什么？尤其是您。我是大夫，我不进去谁给他治？主子说怕伤到您，毒发之时，主子会失去理智，六亲不认。以往这个时候，主子都是把自己锁在铁链上硬扛过去的。硬扛？那毒是闹着玩的吗？硬扛几次经脉就废几次，怪不得他脉象那么乱，原来都是自己作的。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就让你先尝尝这针的滋味。主子，还愣着干嘛？开门！滚出去！这哪里是毒法，这简直是走火入魔！谢云慈，别过来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鬼风、鬼心、鬼路，他的内力太强了，如果不先卸掉他的真气，根本没法施针。可是卸针太危险，稍有不慎就会让他武功尽废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软的。他现在缺的不是药，是一个宣泄口。
谢云慈，看着我。碎碎，疼，好疼。不疼了，我在呢。热，给我。听话，跟着我的气走，吸气，呼气。喂，醒了没？碎碎，在呢，叫魂啊！为了救你，我可是把这辈子的内力都搭进去了，回头得算加班费，双倍。好，不仅有加班费，以后本王的命也是你的。这话听着怎么比情话还肉麻？命就算了，我不收人命，只收银票。既然没事了，咱们赶紧出去吧，这地方冻死人了。怎么了？腿麻了，动不了，抱我出去。大哥，你100多斤，我怎么抱？那是你的事儿。刚才不是挺有力气的吗？连铁弓都举得起来。那能一样吗？经此一计，贤王府上下都知道了一件事：咱们这位王妃不仅能管账，能下毒，还能在王爷发疯的时候把他驯服得像只猫，而咱们这位王爷也心甘情愿被他驯服。别动，外币钞票，我的外币钞票。外币钞票没有，本王倒是有一个。江碎碎，你是想谋杀亲夫吗？谁让你靠这么近？昨晚那是医疗手段，是治病救人，你别多想啊。本王没多想，本王只是在想，爱妃碎昨晚抱着我，还说什么以后我是你的暖宝宝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完了，没脸见人了。算账是吧？好啊，昨晚我可是为了救你，差点内力耗尽。按照鬼医门的出诊标准，加上夜间加急费、特殊护理费、精神损失费，晨会2万两。没带银票，这个抵债。这玩意儿值2万两？不值，这只是号令北方36座黑市调动3万死尸的信物而已，也就值个半壁江山吧。给我了，你就不怕我拿着它卷款潜逃，或者把你的家底搬空？你敢吗？拿了这扳指，你就是我的共犯。这辈子，除了我这条贼船，你哪儿也去不了。这病样子，撩起人来真是要命。在京城最大的地下鬼市里，今晚有一场特殊的拍卖会，压轴的拍品是一株九转火莲。九转火莲生长在极热之地，百年一开花。对于谢云慈体内的寒毒来说，这是唯一的可行。如果能拍下来，配合我现在的针法，即便不能根除毒素，也能保他3年内不再受万蚁噬心之苦。入夜鬼市，这里位于京城地下的废弃水道之中，四通八达，鱼龙混杂。跟紧我，这里乱得很，别让人把你拐去当压寨相公了。那就仰仗鬼医大人保护了。怎么卖？不卖，只换命。我要当朝太傅的人头，你有吗？太傅，那是太子的老师，也是皇后的心腹。人头没有，但我能治你的眼疾。你这眼睛是中了金蚕蛊的毒吧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对这玩意儿感兴趣。告诉我它的来历，我给你解药。这玉佩是宫里流出来的，是一个哑巴宫女拿来当的。她说这是她在冷宫的一口枯井里捡到的。当时这玉佩嵌在一具骸骨的肋骨里。那宫女呢？死了。前天刚把玉佩当给我，昨天就在护城河里发现了倒地身影。枯井，骸骨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我一直以为德妃还活着，在冷宫受苦。可如果那具骸骨是德妃，那这几年在冷宫里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是谁？这是一场持续了多年的骗局，有人用一个假货骗了我整整5年。冷静点儿，现在不是发疯的时候，先把火莲拿到手，治好你的毒。只有活着，才能把那个幕后黑手揪出来，碎尸万段。走，去拍卖场。鬼市中央的拍卖场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斗兽场。接下来这件拍品乃是稀世珍宝九转火莲，起拍价黄金5000两，1万两，2万两。这烧的哪里
里是钱？简直是他的命啊！10万两，11万两。冤家路窄，太子谢云浩竟然也微服来到了这里。12万两，15万两。这火莲本宫也看着喜庆，买回去喂鱼也不错。喂鱼？这败家子！20万两，21万两。命该如此。放屁！我没钱了，但我用这颗药换。这是阎王笛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吃了它就能续命7天，就算是心脉断了，也能给你接上。这世上仅此一颗。阎王笛，那是传说中诡异的巅峰之作。成交。把火莲留下，人可以滚。我就知道那败家仔输不起。抱好你的救命草，这回换我来活动活动筋骨。你行吗？男人不能说不行，女人也不能说不行。碎碎，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本王的人？滚！谢云岑，无妨，回家住了这破草。好，回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闻贤王身体大安，心甚慰之。今夜特设家宴，邀贤王与王妃入宫一叙，以此庆贺手足团圆。钦此。王爷真是鸿福苍天了，这才几天没见，气色竟好成这样。托皇兄的福，前几日遇到个游方郎中，开了个偏方，倒是见效。那是。王爷，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，请吧。来，云慈，朕敬你一杯。听说你最近得了个宝贝，治好了旧疾，朕这个做兄长的真是替你高兴啊。皇兄谬赞了，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。云慈啊，朕最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说是你府上在查什么德妃的旧事。这就摊牌了？这皇帝的谍报网这么快？皇兄说笑了，母妃早已仙逝多年，臣弟只是思母心切，偶尔让人去冷宫祭拜一下罢了。是吗？可朕怎么听说你的人在鬼市买了不该买的消息？哎呀，皇上，云慈也是一片孝心嘛。不过弟妹啊，本宫听说你父亲最近在边疆有些不安分，好像跟外族有些书信往来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，如果我回答不好，江家就会被扣上通敌叛国的帽号，必定迎来满门抄斩。娘娘此言差矣，家父对大周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这种捕风捉影的话，怕是有人故意挑拨离间吧？是不是挑拨，那得看弟妹怎么选了。这是西域进贡的醉仙酿，云慈身体刚好，需要大补。弟妹，你是懂医术的，不如你亲自伺候云慈喝下这杯酒。这皇帝真狠毒，这酒虽然没有毒，但是酒本身就是药引。这醉仙酿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，如果和谢云池刚刚服用的九转火莲相遇，就会瞬间化为剧毒，名为烈火焚心。它会让人的五脏六腑像被火烧一样溃烂，死状极惨，且查不出任何中毒迹迹，只会让人以为是旧疾复发，暴毙而亡。皇帝这是要借刀杀人，而且是借我的手。如果谢云慈死了，我就是喂药不当的替罪羊；如果我不喂，江家就是通敌叛国。怎么，弟妹不愿意，还是说弟妹不想救你的父亲？王爷，该喝药了。摩斯密码，他想说什么？一长两短，意思是信我，信他什么？喝下去就是死啊！爱妃的手怎么这么凉？是不是怕这酒太烈，醉倒了本王？既然是皇兄赏的，自然是好酒。既然是好酒，臣妾先替王爷尝尝。江碎碎的舌尖抵着一颗药丸，顺着酒液一同推进了谢云慈的口中。那是一颗玄冰珠，能瞬间冻结经脉，造成假死的假象。王爷，这酒真甜。王爷你怎么了？太医，快叫太医！云慈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皇上，王爷他急火攻心，旧疾复发，死了。
云慈啊，朕的弟弟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大胆将士，是不是你在酒里动了手脚？皇上这话说的好笑，这酒是皇上赐的，也是皇上看着我喂的。如果要查，是不是该先查查这酒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敢顶嘴！来人，将贤王妃拿下，打入天牢。谢云慈，你要是敢真的死了，我就把你的家产全烧了，然后拿着你的玉扳指去包养10个小白脸。以身入局，这一场生死博弈才刚刚开启。喂，那个脸上有痦子的官差大哥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眼下青黑，舌苔厚腻，这是典型的肾虚之兆啊！是不是最近总觉得腰膝酸软，夜尿频多？王妃娘娘，您怎么知道？我是大夫嘛，望闻问切是基本功。而且你这不仅是肾虚，还是精从伤肾，是不是最近做了亏心事？比如收了谁的钱，打算在我的饭菜里王妃饶命，小的也是被逼的，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大宫女给了小的一包耗子药，让小的……行了，别嚎了，就那点耗子药，给我拌饭都不够塞牙缝的。我也不为难你，去给我弄只烧鸡来，再来壶好酒。只要我吃饱了，心情好了，我可以给你开个方子，保你生龙活虎，重振雄风。这王妃心也太大了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吃烧鸡。娘娘稍等，小的这就去。算算时间，谢云赤那边的尸检应该开始了。还没查出来。回禀皇上，微臣已经验过了，显王殿下全身冰冷僵硬，没有呼吸，没有脉搏，瞳孔散大，确实是死了。死了？朕这个弟弟从小就诡计多端，5岁那年朕让人在他的药里下了断肠散，他没死；10岁那年朕让人把他推下枯井，他也没死。如今一杯酒就能送他归西，朕怎么就不信呢？皇上，那酒是西域烈性毒药，加上王妃喂酒时那种方式，酒液入喉极快，神仙难救啊！哼，是不是神仙难救，试一试便知。云慈啊，若是你还活着，可千万别忍着，叫出来，皇兄就饶你不死。痛，好痛，但我不能动，我必须忍，就像这20年来我忍受每一次毒发，忍受每一次羞辱一样。看来是真的死了。李公公，传朕口谕：贤王暴毙，朕心甚痛。但这烈火焚心之毒有传染性，为了宫中贵人的安危，不宜久留。明日午时，将贤王遗体送往西郊皇陵火化。火化？这老狐狸还是不放心，要把我烧成灰才肯罢休。寻病竹的药效只能维持12个时辰，如果在那之前我被送进焚化炉，那就是真的被活活烧死。江翠翠，你在哪儿？你若是再不来，这5000两的买卖可就真的要亏本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哟，这不是皇嫂吗？这大半夜的不在凤鸾宫里睡觉，跑来这种污血之地，也不怕熏着您那身金贵的衣裳。姜氏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皇上已经下旨，贤王明日午时火化，等他化成灰了，你也就要跟着去陪葬了。本宫念在你也是将门之后，特意来送你一程，赐你一条白绫，留你个全尸。这皇帝够狠啊！验完尸还要毁尸灭迹，多谢皇嫂美意，不过这白莲还是留着给您自己用吧。我算出您最近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。放肆！来人，进去把他勒死！别过来哦，我有传染病，我把这牢房里的老鼠都摸了一遍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天牢里的老鼠可是带着鼠疫的。什么鼠疫？都是借口，给本宫上！唉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这是招财进宝箱，不过他招的不是财，是他们。老鼠！有老鼠！快护驾！护驾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幸好
好老娘平时喜欢随身带点宠物口粮，谢云慈，等着，姐姐来捞你了。该死，江穗穗怎么还没来？难道他真的卷款逃跑了？慢着！大胆逃犯，竟敢擅闯皇陵，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先帝御赐引令在此，见令如见君。我看谁敢动我！皇上有旨，贤王身染恶疾，必须火化。王妃娘娘，您这是要抗旨吗？抗旨？我这是在救皇上的命。救皇上的命，咱家倒要听听娘娘有什么高见。你们知道王爷是怎么死的吗？他是中了天煞孤星咒，这咒术最忌讳火，一旦遇到真火，体内的煞气就会瞬间爆炸，方圆10里寸草不生，乃真龙天子。若是被这煞气冲撞了龙体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一派胡言！什么天煞孤星？明明是什么？明明是中毒。那李公公倒是说说，是谁下的毒？而且我已经请了9981高僧算过了，王爷命格属水，必须土葬。若是火化，必起尸变。疯婆子，给我拿下！继续烧！都别动！这棺材底下，我刚刚才顺手塞了50斤雷火弹。你们要是敢再往前一步，或者敢把这棺材推那个炉子里，我就点火，大家一起上天。我在黄泉路上给各位开路。你敢威胁朝廷命官？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威胁你？给你们3个数，要么让我把王爷带回去土葬，要么咱们现在就同归于尽。1、2，慢着，慢着！江氏，你把火镯子放下。朕准了。皇上金口玉言，君无戏言，准许贤王土葬。你可以带他回府了。谢主隆恩。小的们，起灵，回家。喂，醒醒，到家了。江穗穗，怎么样？我这灵堂救父的戏码演得还行吧？为了救你，我可是把这辈子的脸都丢光了。刚才在皇陵跳大神那段，估计明天就能传遍京城。哎，你干嘛？棺材里挤死了。以后不许再拿自己的命去赌。放心吧，那雷火弹是假的，里面装的是面粉。我哪舍得真的炸死自己啊？我的钱还没花完呢。假的，好一个假的！江穗穗，你真是上天派来克我的。错，我是来渡你的。这笔账我会替你讨回来。不用以后，就现在。现在？既然我已经死了，那就让这京城真的见见鬼吧！你要干嘛？今晚皇宫闹鬼，爱妃有没有兴趣跟本王一起去把皇兄的寝宫炸了？用真炸药？真的。成交。李公公，什么时辰了？回皇上，刚过子时。子时，那是阴气最重的时候。皇兄，好冷啊！皇兄，地下好黑呀！谁在那装神弄鬼？皇上别怕，这是风声，是风声。风声？你家风声会喊皇兄吗？来人，护驾，有刺客！皇兄，还我的命来！鬼火是鬼火！先王殿下显灵了！先王殿下索命来了！是你吗，云慈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当初那是母后要杀你，不是朕啊！朕只是顺水推舟而已。谢云慈，
你别在那儿飘了，赶紧的把这桶也撒下去，绿的让那老皇帝怀疑人生。爱妃这鬼火确实够劲，刚才我听见那个老东西喊了，说是太后要杀我。看来当年的事，太后那个老太婆也脱不了干系。行了，别复缓了，趁着禁军都被这绿火吸引过来，咱们赶紧去冷宫，那才是今晚的主菜。5年了，我每次来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那个在院子里抓狮子吃的疯女人，我以为那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可现在真正的德妃却早就成了一具枯骨。进去吧，不管里面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今晚都得现原形。谁呀？是不是皇上来了？皇上，臣妾给您绣的荷包做好了。母妃，云慈，你是云慈，我的儿啊，娘想死你了！别动，小心他袖子。被发现了，看来贤王殿下没死透啊，还带了个懂行的帮手。你是谁？你不是德妃，德妃不会武功。我是谁？我是千面鬼母。5年前，皇上找到我，让我扮成你娘。他说只要我在冷宫里封1天，你就1天不敢造反。我白吃白喝了5年，还经常能看到你这大孝子在墙外偷偷抹眼泪。千面鬼母，你是江湖上那个专吃小孩心脏练功的邪修。小丫头有点见识，我看你的心也不错，鲜嫩多汁。你吃了这5年的供奉，还要吃我的心？你也配！应杀千仞！情报里不是说贤王是个病秧子吗？就算解了毒，内力也不可能恢复的这么快啊！这一剑是为了母妃，这一剑是为了我这5年的眼泪，这一剑是为了你那张让人恶心的嘴。说，真正的德妃是怎么死的？在井里，5年前皇后让人把她推下去的。很好，想哭就哭吧，这里没别人。我也不会告诉尹妻你哭鼻子的。我的母亲，那个温柔的给我做桂花糕的女人，在冰冷的井底躺了5年，尸骨无存，而我却对着一个杀人凶手叫了5年的娘，何其荒谬，何其可笑！江岁岁，我要这江山不再是为了自保，不再是为了苟活，我要把这皇宫翻过来，把那些人一个个都填进井里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。好，这次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陪你一起。有本早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本奏，皇上，昨夜天降异象，鬼火焚烧摘星楼，此乃大凶之兆啊！传闻这是贤王殿下含冤而死，冤魂不散，前来讨债。放肆！胆敢散播谣言，什么冤魂？那是天干物燥，自然起火。皇上，老臣昨夜梦见贤王殿下，哭诉他是被皇上一杯毒酒害死的。皇上，老臣斗胆问一句，贤王殿下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为何死得如此蹊跷？为何死后还要被急着火化？江震，你敢质问朕？贤王是旧疾复发，太医院都有记录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！若是皇上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老臣自然不敢；但若是皇上残害手足，德不配位，那老臣手里的剑可不答应。反了！来人，把这个乱臣贼子拿下！谁敢？皇兄，臣弟这杯酒还没喝完，你怎么就急着送客了？这声音，鬼啊！护驾！皇兄，怎么这副表情？见到臣弟回魂，不高兴吗？你是人是鬼？朕明明看见你死了，朕还验了尸。验尸？皇兄是指这个吗？确实挺疼的，不过比起母妃在井底受的苦，这点疼算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只是来跟皇兄算几笔账。第一笔账，20年前先皇后难产而亡，实则是金上勾结太后，在催产药中下了红花，致使一尸2命，只为夺嫡铺路。第二笔账，5年前德妃娘娘发现真相，被金上残忍杀害，推入枯井，并找来替身冒充，欺瞒世人，以此要挟本王。这就是那个替身的衣物，这就是当年母妃身上的玉佩，铁证如山。第3笔账，这是前天晚上的毒酒。皇上，您不是说这是大补之物吗？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把它喝了？一派胡言，都是污蔑！禁军何在？给朕杀了他！谁杀了他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！我看谁敢动！岳父大人，这点小事
不用劳烦您动手，别脏了您的剑。本王装病装了20年，都快忘了杀人是什么滋味了。你别过来！朕是天子，朕是真龙天子。真龙，扒了这身皮，你连条虫都不如。别杀我，云慈，别杀我！朕退位，朕把皇位给你，朕给你写禅位生书，求求你，看在父皇的份上，饶朕一命。饶你？当年母妃求你的时候，你饶过她吗？我在地狱里挣扎的时候，你饶过我吗？云慈，下地狱去跟母妃忏悔吧。昏君已死，还有谁想给这暴君陪葬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参见吾皇，吾皇万岁！走吧。去哪儿？回家。账还没算完呢，这皇位太脏，本王得先回去洗个澡。随后的半个月，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肃杀之中。但这肃杀并非源于混乱，而是源于一种绝对的、高效的、近乎变态的秩序重建。这个死皇帝，败家子，国库里竟然只有8万两，他把钱都拿去炼丹修楼了，这让我怎么管家？这江山接手过来就是个烂摊子啊！我原本以为当了皇后的第一件事是数钱数到手抄紧，结果现在是查账查到脑风血。娘娘，其实也没那么惨。王爷，陛下这2天抄家所得的银两已经陆续入库了，这是清单。500万两，太傅家这么有钱，快让尹七动作再快点，别让那些贪官把钱转移了。是，娘娘英明。肃清朝堂的雷霆手段持续了整整1个月。这1个月里，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恶霸贪官在一夜之间消失了。随着局势的稳定，登基大典也被提上了日程。但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解决：谢云慈的毒。虽然有9转火莲压制，但缠丝绕毕竟深入骨髓20年，若不彻底拔除，他活不过30岁。我决定要在登基前给他做最后一次换血。谢云慈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这最后3针分别扎死穴、生穴和命门，扎下去之后，你会经历一次濒死体验，挺不过去你就真的死了，挺过去了你就重生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岁岁，若是本王死了，你就拿着那枚扳指，带上国库里的钱改嫁吧，找个身体好。闭嘴！这种遗言留着下辈子再说吧。别怕，我在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要这江山，你要把那些人填井里，你还没有做完，你不许死。太累了，睡吧。谢云慈，你个懦夫，给我醒过来！谢云慈，你要是敢死，我就把你做成标本挂在城墙上。标本？这女人还真是狠啊！将岁岁的这幻境重生魔！吓死老娘了！这哪是治病，这是玩命啊！岁岁，谢谢你，把我也拉回了人间。自今日起，见皇后如见朕。皇后之令即为圣旨，2圣临朝，共治天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！众卿平身。朕曾许诺江山为聘，今日朕兑现诺言。这大周的江山，这万里的河山，还有朕这条命，从今往后都归你管。既然陛下这么大方，那臣妾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不过管钱我行，管事还得你来。以后你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貌美如花，顺便数钱。报！启禀娘娘，边关大捷，姜老将军率军大破敌军，拓地300里。不仅如此，还缴获了敌军的牛羊煤器无数，还有黄金万两。
黄金万两，快让爹别急着入库，先给我拉到宫里来，我要亲自清点。是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发财了，我爹打胜仗了，抢了一堆金子回来。你呀，现在全天下的钱都是你的，还这么财迷？那不一样，抢来的钱花着更香。对了，有个事儿忘了跟你说。什么？刚才太医来过了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旧伤复发，还是最近累着了？不是，太医说我这里好像多了个吞金术。吞金兽？你是说有喜了？本来养你一个败家仔就够费钱了，现在又来一个小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还得努力赚钱啊。朕去赚，朕去开疆拓土，去把周围几个国家的国库都给你搬回来。行了行了，别蹭我一脸口水，您注意点形象。